大家好，那我们今天来讲的是怎么样可以一次移动大量的 3D 模型，那还会介绍一些移动的设定。那我们今天有这样子的一个灯笼，如果我希望在它这个4个这个弯曲的底下放上这跟这个的流苏，要怎么做？我会推荐就是使用这个四面图。它在视窗里面的四面图，你不用四面图，你在这个画面看说，这个流苏好像有对到我，但实际上它离超远，有没有？所以就很难对，我们就要一直去拉动它来对。可是你这样一拉，有可能又跑太远，有没有？又很不好用。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四面图模型的话，我们讲说叫三视图啦，因为这个是自由视角，那这是 top， 然后正面跟右边就侧面。那我们就使用这里，那我们一样中间可以去移动画面，然后我们就直接透过上面的这个工具来移动就好。这样子的话就很好对。那你要复制的话也很简单 ，Ctrl+C，Ctrl+V 贴上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移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做好上面这2个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希望说我同时的复制到底下，所以呢，我们到追加选择这边，在物件追加选择这边选到第2个。那我选到第1个，那像现在这个我们讲说的操纵器，或讲说万向轴，其实还蛮烦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在扳手里面第1个操作在这里，你可以把它先，你可以先把它关掉，它就会不见。好，像这样子，我们把2个流苏选起来一样 ，Ctrl+C，Ctrl+V。可是说像现在这样子，我们没有万向轴就移动不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单独的把这个操纵器的移动打开。那这样子你就会出现移动这个轴，那我们这时候再往下移动，像这样子就完成了4个的灯笼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一次大量的移动它们，因为现在有5个物件，那总不可能每一次都这样子点点点，对不对？有点太不符合人性了。所以呢，可以使用这里的选单，按住 Shift 可以全部一起选起来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去移动它。我先把四面图移到旁边去，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假设今天这流苏，我希望它都往外一个方向转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我们一样把移动这个关掉，然后显示旋转，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去做就好。缩放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希望这个灯跟流苏一起旋转，我一样把这些全选，然后做旋转。可是你就会发现说，他们好像自己跟自己旋转。那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流苏跟着我们这个灯一起旋转呢？我们打开扳手，你可以在这个复数操作基准点这里呢，它现在是各自的原点，最初选择的物件各自的原点跟复数物件的终点。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其实是会比较适合复数物件的终点，那其次才是最初的选择物件，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先从流苏开始选哈，那我们就这个就选到复数物件的终点，那我们做旋转，这样就好咯。那就是唯一比较可惜是 CSP 它的 3D 功能并没有群组这件事情哦，目前没有群组这件事情，我是觉得这是最可惜的一个地方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拿这个比较简单的物件来做一个这个基准轴的示范。我们有与地面一致跟与物件一致。那所谓的与地面一致呢，我们用移动轴这里，我们这个操纵器呢，它是像这样子。那如果我们今天做了旋转，大家仔细观看这个的轴。它的绿色轴永远是朝上，但有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怎么样？我们的这个移动的方向是朝着这个物件旋转的角度去走的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改成与物件一致，就会发现它的万向轴转了一下。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到朝物体旋转的那个方向移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讲一下旋转基准轴，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那这边我就使用四面图来说明会比较清楚哦。我们从上视图这边来看，我如果使用与地面一致，然后去做旋转，
好，大家帮我注意一下红色跟蓝色的 X 跟 Z 轴，这样子旋转，它始终是这样子垂直的。那如果我使用与物件一致的话，它就会记录我们旋转了多少。那之后你再把它回正的时候，会比较轻松。那另外，如果你就是对于物件它的旋转角度很坚持的话，你可以使用对齐 3D 模组，找到这个旋转段数角度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在旋转的时候，旁边就会出现一个尺规，那每一格就是5度在旋转。那有些人他们可能会比较习惯15度，或者是每次旋转45度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了一下，我们 3D 物件要怎么样可以多选。多选的方法很简单，你就到物件这边按这个加选就好。那你就去点物件。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好用，你也可以到这个选单这边按住 Shift 或 Ctrl 去选择。那如果你要旋转，然后要统一旋转它们的角度的话，就在复数操作基准点这边呢，把它改成复数物件的终点。那你在做旋转的时候，它们就会正常旋转，这样子。然后另外，如果你希望说物件在这样子旋转的以后，你要让它移动，然后就往这个斜斜的方向走，就是使用与物件一致。预设的这个轴很容易误点误按，到显示操纵器这边不会用到的先关掉。那旋转角度的话，就在对齐 3D 模组这边，你可以去自由的选择你想要一次转几度。好，那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